大家晚上好，创业者 Jason，欢迎加入会员。让我去通知大家一下，开始了。开始了。对，然后 Twitter，直播开始了。好，大家晚上好，鸡蛋灌饼已又在，挺好啊。今天换了一个背景啊，是换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啊。我说是北京小巷里边开满桃花的食品店，哈哈，然后坐在前面跟大家谈啊，本周有哪些评论？本周，哎。对，好，第一条评论，上期读评，夫妻小店比预制菜店好多了，与其超额利润被大互联网流量公司赚走，不如多一点夫妻小店来滋养社会。这种观点呢，我是不认同的啊。你就问那些开夫妻小店的两口子，现在给你一个进互联网大厂的机会，你去不去？对吧？有多少人说不，我不去，我就是要守着这个夫妻小店，这个我觉得比例不是很高吧。所以，如果能够让互联网大公司去把流量赚走，对吧？多雇一些人，然后呢，在新的这种叫产业链里面去多雇佣一些劳动力，哪怕说，哎，互联网大公司雇不了这么多人，对吧？那你说我去做一些探店博主啊，我去做一些新产业链上的事情，其实也要比你枯守夫妻小店要好玩很多啊。这个所以啊，不要想着说有夫妻小店就岁月静好了，这个事儿我是不同意的。然后另外一个啊，这个是罗永浩卖云，说一边 AI 缺算力，一边卖不掉云。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云上面就是传统云计算上面的算力是没法儿去做 AI 训练的，啊，它需要重新去买新的 GPU 才可以用啊。以前的云主机呢，其实更多的是应对的叫访问流量，就是你到底有多少次访问，而不是做这种集中用算的，所以它不是一种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再往后，国内的云太麻烦，实名认证会赶走一大波人。我宁肯多花点钱去用 AWS，也不想实名认证去用这玩意儿啊。这个确实如此了，这个实际上都属于叫合规成本的一部分，对吧？那咋办呢？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么的不自信嘛，那只能是让大家，给每一个用云的人多找一些麻烦了，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我现在也是尽量不用国内的任何云产品，再便宜都不用。再往后，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说，独立开发者要发布一个产品，前置步骤需要15到20个步骤，还没赚到钱就要注册公司。我去问阿里云模型是否支持微调，说个人可以申请，但是已经过去1个月了，也没有给我答复。亚马逊和腾讯云大模型都需要公司才能申请，大公司都在做 chatbot，同质化太严重了。还不如开放微调，看看小开发者能做出什么来。这件事儿是这样啊，
你要微调的话，干脆就在本地用本地模型去微调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它那上的折腾？它其实也可以啊。就算你说阿里云什么这个让你微调起来麻烦，你可以在海外，比如说你在这个 Hugging Face 上，或者在呃微软的云上，你在海外去调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人家并不要求你一定是公司嘛。这个所以一定要在国内使用的话，建议你们还是尽量在本地用，比如说你用通义千问啊，因为我最近下的那个千问32B 实在是很好用啊，拿那个模型去做一个 LoRa 的小模型出来，还是可以跑的，没什么问题。再往后啊，5兆带宽能干毛啊，太寒酸了。这个呢，其实好多人在反映啊，就是很多人的评论都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国内云计算卖的这个主机呢，带宽都给的特别小，国外的呢给的特别大，所以呢，国内你要是算到同样带宽呢，它就会变得比较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国内的带宽是这样的，就是说带宽实际上不属于云计算公司的，国内的这些带宽都是属于运营商的。对吧？这个因为我们以前也做云计算嘛，做云计算的时候就在这个一些很奇怪的这种小地方，什么张家口啊，什么这种地方找什么呢？就那种万兆网口，就是等于当地运营商说，哎，我这多一根，谁愿意来用？那么大家就赶快冲上去把它抢下来。所以呢，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资产，它就会贵很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主机的这个带宽低了以后啊，你就主机尽量的做一些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吞吐的事情，需要高吞吐的东西呢，就尽量把它都扔到这个 CDN 上面去啊，这个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做法吧。晚上好啊，这个你也晚上好啊，又赶上直播了，开心。对，这个我们现在第一次赶上直播的人应该不多了哈。其实老范这样的 UP 主是最好的，粉丝不多不少，又可以跟粉丝经常互动，100万粉丝的 UP 主就没啥互动了，他们互动不过来啊。呃，又赶上直播了啊，好吧，又这个老范觉得自动驾驶啥时候能够得到广泛认可？我觉得应该比自己开车安全多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开车呢，出了事儿怨你自己。你要是自动驾驶出了事儿呢，这个它责任不是那么好划分了。它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说自动驾驶到底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这种东西上街了以后，它不可能避免说出问题啊，你不可能说我上去以后从来不出事儿啊，这个是很难的。这个而且你一旦自动驾驶出事儿了以后，就会它的责任也好，它的赔偿也好，社会舆论也好，都会很麻烦。来晚了，不晚不晚。土拨鼠最近更新非常非常勤勉啊。好，我们继续。GPT 3.5可以匿名使用了。想请教老范，那就是同样是 AI 领域的前沿领先者，NVIDIA 赚的流油，而 OpenAI 却靠订阅金入不敷出，其差异是一个目前没有可替代者，另一个强敌环绕。OpenAI 的奥特曼要征集资金建半导体厂，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上取代 NVIDIA 的垄断，是不是应该改弦易辙？将征集基金建立更强大的模型，替代大家训练 AI，强化自身的不可替代能力。当然 ，OpenAI 是同样在强化自身能力，不断做努力。只是建立半导体厂的想法，对于软件领域的人来说，是不是更不切实际一些？这样啊，这个第一，NVIDIA 呢确实是赚的盆满钵满啊，赚的流油，但是呢，不是因为它不可替代，而是替代它的成本稍微高了一些。它有很多替代方案，包括这个微软的 T 不是微软，就是谷歌的 TPU，微软自己实际上也做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芯片，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个东西叫 LPU 啊，也在可以用，还有 AMD，对吧？英特尔现在说我也可以干。就是它有替代方案，只是呢，替代以后它的兼容性会下降，成本会上升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它真正比较强的东西叫 CUDA 啊，那个东西不开源啊。然后至于 OpenAI 入不敷出这件事儿呢，
倒不是因为它强敌环绕啊，是因为整个行业就没找着赚钱的地方，大家都没想明白这玩意儿到底该咋赚钱啊。不光是 OpenAI 的事情啊，其他的都不行。而且 OpenAI 的这个奥特曼征集资金去建半导体厂呢，其实呢就是要打破 NVIDIA 的这个叫做标准垄断啊，请大家不要再去使用 CUDA 了啊，我们用一些更先进、更好的开源模型来去替代 CUDA，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摆脱对 NVIDIA 的依赖，大家最后都比如说遵从一些新的开源标准就 OK 了。至于说这个熟悉的领域和不熟悉的领域呢，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现在其实设计芯片跟设计软件没什么区别，对吧？因为都是买 IP 嘛，就是你去买 ARM 的 IP 或者买这个RISC-V 就不需要买了嘛，它开源的啊，或者包括买一些其他人的 IP 回来改一改就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个写软件的过程，然后再往后呢，也都是有成熟的产业链，对吧？最后造反正都不是自己造的，NVIDIA 的那个显卡也是台积电造的啊，那你这个OpenAI 你最后把大家攒一块儿造出这个芯片来，你也是台积电给你造就完了，对吧？像谷歌自己也造出来了，亚马逊自己也造出来，微软自己也造出来这种大算力芯片，包括国内的什么华为啊，这个阿里啊。字节呀，都自己做出这种大算力芯片来，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开放的芯片底层 IP 啊，有些就是说你虽然是开放，但是你花钱买嘛，ARM 实际上是可以花钱买的，对吧？这个所以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至于说替别人训练 AI 的话，奥特曼是不会干的，因为奥特曼呢还是希望说 AI 训练出来它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啊，他并不希望出来给别人训练 AI。好，我再看看，看了老范对日本的 IT、AI 等产业的评价，然后呢，我感觉日本是不是不适合国人移民或者永居，加上中国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冲击，日本是不是在看得到的未来，都无法重新振作？倒也没有了，我觉得，看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当我们发现一个困难是所有人的困难的时候，这就不是困难了，这是一个机遇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东西不是日本为什么落后了啊，或者为什么没有赶上这一波，而是说我们到底在里头能做点啥？这个是应该换一个思路来讲啊。呃，来了来了，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肯定不是第一次，我记得以前见过你，你的这个签名啊，这个老范在节目里说过，有个中文 YouTuber 人啊，介绍航空航天方面知识的，能讲一下名字吗？就上面土拨鼠扎记啊，他在上面刚留了言，对吧？昨天第一次用特斯拉自动驾驶，坐在驾驶位，但是成了坐车的人，起步不是自己控制，容易晕车。哎，这个倒是真的，嘿，有好多开车人不晕，坐车人晕。这个我还真没想到，你们坐这种自动驾驶的车会晕车哈，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自己侧方位停车确实不错，这停车这个确实啊还是很棒的啊。范老师啊，晚上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再往后，这个中国新能源车啊，中国新能源车企是不是弯道超车了？哎呀，这条呢真的是被好多人骂惨了啊！这个，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找其中一些不是那么激烈的来讲一讲吧。最激烈的肯定是 YouTube 直接替我过滤掉了。啊，第一个说大众汽车的销量还是高于韩系电动车不少的，这个有可能啊，因为我没有去查他们在海外的销量怎么样，我只知道大众的这个 ID 系列在国内其实卖的挺惨的，对吧？韩系电动车在国外卖的也还行吧，有可能大众卖的比他们好啊，这个我不确定。然后啊，这个抄袭氛围形成，就永远不会诞生伟大的企业与科学家。
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人在这条视频下头怼我啊，就说啊，你懂抄袭吗？你怎么可以去粉饰抄袭呢？对吧？抄袭还难吗？抄袭违法呀，对吧？很多人都在讲这样的事情啊，包括这种就是说你一旦抄袭了，你就完蛋了啊，你就再也没法做伟大企业和科学了，对吧？这样呢，我们统一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所有的国家在赶超的时候都是靠抄袭的。德国赶超英国的时候啊，也是在抄袭。美国建国以后，直接说我不承认所有欧洲的专利，你以为他们不抄袭吗？日本在二战前或者包括二战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在大量抄袭，对吧？然后，那么现在你们是不是承认他们啊有伟大的企业与科学家了呢？啊，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要双标，对吧？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这就是一个后来者去超越先进国家的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关于违不违法的事情啊，那么如果有法律规定说这个是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人家也做了全套的专利文件，那么你这个时候再去抄，那你就违法，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来告我啊，告完了以后来罚。这两天这个被美国告的这个啊叫做什么造对讲机那公司，不就是已经给大家标准的案例了吗？对吧？美国告诉他说你抄了这个摩托罗拉的专利啊，然后抄完了以后，你应该是给多少亿美金啊才能去和解这个事情啊，已经判你败诉了。结果这家伙就是不管不顾继续卖，而且卖到现在好像基本上占领美国市场了，是吧？美国现在大量的警察什么这些用的这个对讲机都是他们家，他已经把摩托罗拉基本上给干废了啊。那么美国说你这不行啊，你这个不能这么干。啊，而且这家还觉得，你看我已经领先了，对吧？而且我新的产品里头就并没有用这个摩托罗拉的技术，甚至摩托罗拉还超了我一些技术，然后他在中国起诉摩托罗拉，然后呢，这个美国就直接说，那来吧，我现在禁止你在全世界卖这个东西，对吧？而且一天罚100万美金，我罚死你啊！那么现在这家公司就说，那我怂了啊，直接赶快到美国去认错去，哎，该赔钱赔钱，该怎么办？对吧？说我把钱赔了啊，这个事儿我做错了啊，这个我们愿意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这事儿是 OK 的。所以呢，有些东西法律有规定，那么我们违法必究，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法律说在这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那么大家就往前做就好了。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非常的严格，就谁都没法创新了，没有任何一个创新说现在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对吧？那么大家就通通的把这个呃前进的道路都摁死了，然后大家就坐在这儿等就完了，对吧？这事儿是不行的，所以法律也不会把创新啊跟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那么严格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至于说抄袭到底难不难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大家想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如果一个企业连抄都抄不明白，你就自己坐在那儿说我要去创新了，这种人呢，我们一般管他叫痴人说梦，对吧？因为以前呢，我们做投资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很多的创业者跑到我们这儿来说啊，我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项目啊。后来我说，那你做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呢？啊，他说我觉得哪个项目做得不好啊，我准备超越它啊。我说行，没问题。那你先跟我讲讲原来那个项目做成什么样了？你准备怎么超越它呀？啊，他说这个以前那个项目啊有一个优点，但是呢有100个缺点啊，我把他们都改了。后来我说，那你这个事儿就是看看其他投资人愿不愿意跟你钱吧，对吧？也就这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看明白人家在干嘛，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我就要去超越他，我就要去创新，这个非常难。我们在做各种创业企业的过程中，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老板说：“来，我们创新啊，我们这个不用去看别人，我们就生干，对吧？”这个基本上就属于瞎胡闹、胡乱烧钱的一个状态，对吧？你首先我先把人家那个抄明白，先把它弄明白，这个事儿真的挺难的，对吧？还有人说啊，你看 ICQ 一开源，这个腾讯就起来了，它多可耻啊！但你有没有想过，抄 ICQ 的人多去了？
你现在光在想腾讯你为什么这么可耻，你为什么没想想说这么多人抄 ICQ，腾讯你到底咋成功的呀？对吧？你到底最后目的的是，骂一下腾讯你好可耻，然后我觉得心里好爽呢，还是研究一下腾讯你为什么成功了，然后我们看看别人下一次该怎么成功呢？对吧？这个事情大家要搞清楚。抄袭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褒义词，对吧？我们也承认说抄袭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它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们要去这个学习，要去借鉴，而且做任何创新，你都是要踩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你才可以往前走。违法肯定是违法必究，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有这样的原因，他是中国人开始抄了，我就不承认了啊。假如美国人抄了，韩国人日本人抄了，韩国人抄了，德国人抄了，那没问题，他们现在是伟大科学家、伟大企业了啊。这个到现在中国人你不许抄了，而且就算到现在，你以为美国人他不抄吗？他照样在抄啊。这个大家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对吧？中国人也在开源软件上贡献代码，美国人也在用啊，对吧？你不能说到了中国说你们怎么能可以这么可耻抄袭了怎么不对？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双标了啊。再往后这个自动驾驶和电动车没有必然联系。谷歌的智能驾驶技术现在已经分拆出来独立的公司，已经研究了10几年了，在真实道路上已经测试了几百万公里，是目前最成熟的自动驾驶系统之一，包括吉利在内的车都在用。谷歌的自动驾驶一直是使用燃油车和混动车研发测试，基本不用电动车。它研发测试所用的平台包括奔驰、雷克萨斯纯燃油车和普锐斯混动这个我在美国是见过他们那个测试车的确实是雷克萨斯的车。然后燃油车使用自动驾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自动驾驶所需要的只是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判断，然后进行去控制速度、加速度、转向和刹车。这个燃油车这几方面都可以精确控制，只要人脑能控制的层次，这个电脑控制起来会更好。人脑开了100多年燃油车，控制刹车、油门、变速箱、方向盘都没有问题，换成电脑来执行，当然更没有问题。另外，车机一天耗2度电也太夸张了。这个不过即使这是真的，对燃油车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车子在关闭的情况下，车机是处于休眠状态的。现在的电子能源管理系统可以把休眠状态的耗电降到极低几乎不耗电。燃油车也根本没有需要担心电池不够的问题。而当车子在使用状态时，燃油车的发电机现在至少可以提供1000瓦以上的电力，足够任何人任何车机，包括 AI 的 GPU 使用了。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他说的有些是对的就是谷歌早期确实是用燃油车做的测试，然后百度早期也在用燃油车做测试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说燃油车可以控制好这个方向盘，可以控制好刹车、油门、离合器，这个电脑就可以控制到。电脑控制其实要比人差很远。如果电脑真的可以达到人控制的这个水平，你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去叠衣服就不会尖叫了。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电脑控制车要比人控制车更加费劲那你看这个电脑控制的机器人跟半身不遂似的，对吧？然后大家还说你好厉害，你又进步了。这个真的不那么容易这个现在肯定是控制电动车要比控制燃油车要容易得多。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电动车耗电的这个事儿我自己不开电动车这个，但是我看到也有人在他这条评论下头去评了说这个他自己的电动车这个停一晚上会掉2公里的电，对吧？那么这个呢，可能掉2公里的话，你比如100度电可以开600-700公里，然后掉个2公里，应该是不到1度电了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数字呢，我也是看到网上的一些报道在讲说他们一天耗2度电，然后呢，这个
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车机其实晚上是开着的，而且呢，电动车晚上有时候会做 OTC 升级，对吧？这个也会做周围的这种监控啊，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有人靠近你的车呀？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情况？而且呢，这个电动车是需要就是等于响应网络的这种号召嘛。你比如说网络上告诉你说，哎，现在出来接我啊，现在开始充电，现在要提前做什么事情，就这个东西它都是开着的啊，所以还是比较耗电。然后另外一个电动车耗电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会做那个叫电池温度管理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得给电池降温，冬天的时候你给电池升温，就那个玩意儿其实是挺耗电的啊。但是汽油车是不用给这个东西耗电，这个是真的啊。所以电池到底够不够用这个事儿呢？我没有一手资料啊，所以咱们也不要拍着胸脯胡说八道啊。好啊，继续。评论区的一看就是没做过创新的人，但凡做过创意产业，就知道老板老老实实的抄，不左右瞎折腾，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哎呀，这个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确确实实如此。我们以前见过这么多的创业企业，或者说一些老板想去做创新的人，这个话真的是虽然朴实，虽然可能反直觉，但这个确实如此啊。再往后，范总啊，这个日本二手车近20年出口前3名是俄罗斯，以蒙古格加南韩名义转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输入啊，阿联酋、纽西兰合计约占30%，东南亚非常少，第9名泰国，第10名菲律宾，加起来不到5%啊，这个但是你要想清楚一点啊，就是它那个地方本身市场就不大。你这不到5%，这个再加上日本车本身质量还挺好，使用周期也很长，对吧？所以你现在到那里去以后，你会发现满街都是东西，对吧？也不贵。因为我一个朋友在泰国是买了一个二手的阿尔法，还挺便宜的。然后我们在泰国基本上看到的，反正日本车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本身的市场比较小。再往后啊，范总抄袭在山寨文化根植的土壤中，确实是最被推崇的商业模式。日本当年也是在模仿中壮大，中国电动车的模仿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日本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他们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中国，政府补贴和国家手段跨越了市场竞争的格局，以国家产业优势去打垮被模仿的对象，这才是中国山寨文化被诟病的点啊！我觉得呢，你说的不对啊，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事儿这样啊，就是因为耶伦也刚走嘛，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啊，锂电池和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太阳能光伏板是过剩产能，对吧？然后呢，会对美国的产业链形成打击啊，这个你们必须要如何如何，至少国内是这么报道的吧？呃，这个事儿呢，咱们看怎么说这个问题啊。第一个，中国给这些车厂做了补贴，美国也补，对吧？特斯拉在美国能够活下来，能活到今天，它也是靠各种这个政府补贴、国家补贴、州政府的补贴也是补贴的，对吧？你以为美国不补吗？你以为欧洲不补吗？都在补，对吧？所以中国也补，这个而且中国补贴其实还不算多啊，特斯拉在美国拿的补贴更多啊。那么他们为什么没起来？咱们为什么起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真正的中国啊，这种文化被人诟病，或者中国的这些电动车被人诟病的原因呢，我其实在这期节目里也强调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啊。为什么是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啊，我愿意造出便宜东西，我就卖给你，对吧？你也愿意买，这事儿其实大家没毛病。哪怕说你最后啊，澳大利亚已经没有什么这种跟中国竞争的产业了，对吧？你通通都买中国货，这事儿也挺好的，没什么毛病。但是呢，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呢，就是他去干预很多这种市场行为啊。澳大利亚你这个没说我好话，你这个没有站着向着我，我就开始制裁你，我这个不给你了，那个不给你了，这个不出口了，那个不进口了，就不停地干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
你一旦比如说电动车啊、电池、太阳能光伏板这些东西被中国的企业冲垮了，那哪天中国说，哎，美国你这个不在哪个地方给我让步，我就不卖给你了。那这玩意儿美国他受不了，对吧？他只能说那没办法，我得再造一遍啊。那我要为了让自己再造一遍呢，我只能保护一下自己的市场啊。你要这个稍微的收敛一下啊，大概是这样。所以呢，他山寨，他美国人也山寨啊，但是美国人呢大概就是大的前提下还是会该卖给你会卖给你。然后呢，他们也制裁，但是他们的制裁是这样，就是他先公布好一个这个条款，比如说不许跟伊朗做生意啊，谁跟伊朗做生意我制裁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不去触碰，他其实也不管你。你就算触碰了呢，你还可以什么呢？说来我认个错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下边经销商干的啊，我不知道你那个对不起啊，我该罚钱罚钱，我认个错，这事儿他也允许你过去，对吧？它不像有些政府似的，这个事儿他就过不去了，它变成个面子问题啊。这个你像中兴当时被美国制裁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哎，我认个错，来你那个派个那个法官，派个检察官在中兴住2年，然后那个检察官写个报告说，哎，中兴没问题，改过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小米也被进过实体名单，现在不也完事儿了吗？对吧？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它跟你山寨没关系这事儿。好，然后呢，这个抄倒是没有问题啊，就是不要说抄很难，难不难都是相对的，和创新比，抄就是相对简单的啊，这个就属于没做过创新。创新要先抄明白了，然后才能创新啊。想清楚这一点啊，或者说你写这条评论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读评节目啊？你可以讲讲你自己是做哪个行业的，你那个行业是不是这个无根之木啊，无源之水，对吧？然后你是不是说不需要借鉴任何东西啊，不需要把前人做的所有的贡献都搞明白了就可以开干，对吧？这个事情一定要想清楚啊。好，我看看啊，老范啊，我要追着问你，中国电动车产业已经让欧美惧怕不已，这一次产业升级和以前日本更替小家电产业、日韩更替汽车产业不一样，中国的这些行业和产品是不给他人留饭吃的节奏，但是中国这些产业为啥会要那么内卷啊？那么多人不要家庭，不要孩子，不要生活，不要健康的内卷工作。中国内卷这件事情呢，其实还是缺乏制约吧。至于为什么他们害怕，刚才我刚讲过了啊，这是为什么他们害怕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超越市场规则，说今天卖给你，明天就不卖给你了啊。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如果说你一直老老实实卖给他，对吧？或者说你先公布好原则啊，他们只要遵守你的原则，你就一直卖给他，他其实也无所谓这些是不是一定要自己生产一遍，对吧？然后至于说这个内卷呢，其实还是缺乏制约。中国的劳动法基本上是保护资本家的，中国又没有工会啊，这个事儿就没法整了。因为你讲的这个应该是智己汽车发布会上讲的这些话，这个我是今天录节目的时候还讲了，应该是明天早上放。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这个应该叫刘涛啊，这个老板上来讲说啊，你看我们的同学，对吧？这个老婆生孩子都错过了，我觉得像这种人就直接把他开掉算了，他妈不是人，对吧？你老婆生孩子重要还是你造汽车重要，对吧？这个就没法弄啊。你或者说你这个逼着这个员工老婆生孩子还要陪着你在这造汽车，这种老板就应该拉出去，对吧？这个太没有人性了。然后呢，还要讲说我们有些人啊，这个是叫什么阳了4次都坚持在工厂。这个上海这个叫什么呢？封城期间，他也可能被封在工厂里了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对吧？还有在讲什么，有人为了给这个用户送这个测试车，自己开了300公里，反正讲了一堆这种
啊，他自己很感动的事情，然后今天是彻底翻车，被一堆人上来喷，说你是人吗？对吧？你怎么能这么去盘剥一个员工呢？对吧？你这些员工难道是真心实意给你干这件事儿吗？他只是害怕被你开除嘛，对吧？然后你做完了这个事情以后，自己沾沾自喜说，啊，这个员工做成这样，我好感动啊，这个是简直真的不是人。但是呢，你今天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可以这样？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啊，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还在猎豹移动上班，然后呢，这个当时猎豹移动呢是招了一个华为的 HR，然后他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和认知。然后呢，我就当时问他，我说这个加班啊，这个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让人加班？或者是，而且大家如果身体不舒服，你就该回去。啊，那个 HR 还是个女的啊，她跟我讲，她说我们在华为的时候，这个女性员工这个怀孕的时候都在加班，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都是作为先进事迹去宣传的。啊，然后这个就没法讲了啊。当然后来我很快就离开那个公司了。但是这是那些年啊，在这些年里头，因为没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了，没有进一步的这种赶超的这种市场了，对吧？所以大家就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内卷就更加的反感。投资界的前辈老范能讲讲，现在适合3-5个起步的这个创业方向吗？3-5个啥呀？3-5个人嘛，或者小规模创业资金，是不是都是 to C 的方向？这个方向很多呀，这个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和想做什么。不是说我觉得什么好做你就去做的啊。前一阵那个缝合怪游戏好像也没怎么着，对，不知道啊，这个帕鲁好像还在做着。内卷，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国内给的赛道太少了。国内其实也不是给的赛道太少，呃，国内还是缺乏制衡啊，加上集体主义鼓励大家都服从统一方向，就全都挤在一起了，物质加文化。这件事儿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看那个尤瓦尔·赫拉利有一本书叫《未来简史》，就是《人类简史》后面那本书，他一共写了3本啊。第一个叫《未来简史》，第一个叫《人类简史》，第二叫《未来简史》，第三个叫《今日简史》，大概是这么3本书。然后呢，这是我近些年来大概看的为数不多的纸质书啊，但是这3本书我都很喜欢。在这个《未来简史》里头讲了一段什么呢？就是人文主义啊。什么叫人文主义？这个他说呢，人文主义呢，基本上是，就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方式嘛。但是呢，他说人文主义是分3种的啊。第一种呢是西方的这种古典自由人文主义，那么呢就是人权大于一切，每一个个人，对吧？他的利益是最高的，大家都是做这种自由经济啊，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种呢是叫民族人文主义啊，就是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最高。然后呢，为了民族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和其他民族的利益，这种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纳粹。然后第3种人文主义呢是集体人文主义啊，集体人文主义呢，就是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对吧？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社会主义，对吧？这个呢，确实如此啊。范老师听说这个网易和暴雪已经这个把酒言欢了，你不聊聊吗？这个明儿看看吧。这个我今天实在是聊不动了啊！我今天录了一条这个特别长的视频啊，录了一条一个多小时的视频。这个视频是那个本周六准备要放的这个就是AI 公开课的一个具体 AI 的部分啊，那个我已经录完了，但是这2天还要再剪一剪。所以今天实在是没工夫，没有力气再讲这个了。这个过一段时间啊，我去看一看吧。因为我讲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新闻，都是会稍微旧一点点。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一般是这样，就是说不是每一个话题我都会去讲。我一般会在什么样的话题会去讲呢？就是我看到了一个话题，然后也看到很多人的评论，然后我会去思考，会去也去再去搜集一些信息。然后如果我讲不出什么新的点来了，那我就不讲了，对
吧？大家该讲的都讲过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没必要再去重复一遍了。但是如果我发现，哎，有一些我自己想讲的点还没有被讲出来，那我可能还会再去录一条再讲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选题原则。中国的有中国人谴责，美国的有美国人谴责，不过这个十几亿的市场创新确实有点差，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舆论不关心抄袭，还是法律，还是氛围。其实我觉得这样啊，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在那一期节目里头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抄袭的作品在中国呢还是做的不错的，比如我叫 MT 那个游戏，对吧？到了美国马上就翻车，人家发现你抄的不用了，就不玩了，对吧？这个呢是市场选择啊。那么市场这种东西呢，就不是靠道德选择的，就是你现在实际上是在对抄袭呢进行道德谴责。但是呢，这个市场经济最后就是一个市场选择，适者生存，对吧？市场选择了小米，小米就活下来了，它就长大了。市场抛弃了这个号称要原创的贾跃亭，对吧？那它就死了。这事儿它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去想说舆论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法律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最简单的自由市场竞争，就这样。是否能抄，怎么抄，这个是技术活要有一定的市场敏感度。普通人没经过销售过程的历练，说的根本就是瞎扯。这也是为什么工程师经常看产品经理不爽的原因。这工程师跟产品经理那是天生的冤家，没办法。为什么欧美一方面通货膨胀严重，一方面又对中国便宜工业品要限制？这里有什么机会啊？这个机会，各种转口贸易还是有机会啊，这个还是可以去做的。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就是说，哎，我让中国的这些便宜商品进来，把本国的生产都给冲垮了以后，然后中国政府出来提条件，说，哎，你必须支持我这个，必须支持我那个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断供啊。他其实怕这个。哨兵模式一开，何止2度电？是的，这个但反正电动车确实加了很多新功能吧。自动驾驶目前还是幻觉啊，买的都是电动车。2030年之前估计都这样啊。成熟的路径应该是 AI、元宇宙、区块链、智能驾驶、移民火星，这个先后顺序这个我倒不认可啊。这个里头呢，我觉得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可能是智能驾驶。区块链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不太会有再往前走一步的这个，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位置吧。就是说我走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说区块链真正就成熟了进入市场，其实现在谁都没有想明白这个事情。元宇宙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这个你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点，它就可以去用了。AI 呢，你说现在的 AI 跟 AGI 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对吧？所以智能驾驶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边界比较清晰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向哪个方向努力而且以现在的训练大模型的方式去训练自动驾驶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有突破了，也就这2、3年了或者是可能就这1、2年了就会突破。我下次准备到首钢园去做一次那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给大家拍一段试试，这个还是我觉得很有趣的。至于移民火星的话，确实还是稍微遥远一点点但我觉得有生之年还是能看到。老范觉得什么视频翻译引擎好用？我没用过视频翻译引擎不太了解这个事情。关键是21世纪了，还明目张胆的抄外观，你拿几百年前类比今天，那以你今天还洗你还是这个想想钱学森死亡疑问不知道钱学森死亡疑问问了什么至于抄外观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没法讲外观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是非常主观的，对吧？而且外观专利呢，就是它的保护的范围和时间相对来说都比较短，对吧？你说，哎，这个东西长得有些像或者那个东西长得有些像，我看着觉得像，这个事儿呢，你就认为他在抄袭，
这个其实你可以去看看欧美产品有没有长得有些像，对吧？这个你如果觉得完全无法忍受的话，你把这个任何不是原创的东西都从身上脱下来，都把这个从家里扔出去，你看看你还能剩点啥然后你也想想你自己是做啥的，然后你哪样东西是从头开始做的自己先想明白了再去批评别人。以前在某大厂工作过，KPI 评价大部分是同事互评，我就一直不理解，KPI 既然是给员工工作能力和结果打分，那至少应该是领导或者公司来打，员工互相打是个什么鬼？就好比一个高三班，谁能上清华都由全班投票决定，梅西能不能拿世界杯由呃姆巴佩投票决定一样。这个 KPI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扯的东西，我是一直很反感这个东西国内的光伏产业就是靠薅欧洲光伏产业的补贴起来的，薅到把人家产业补贴政策都薅得取消的差不多了，然后过剩的产能没地方去，到处去农村骗农民装免费贷款装大量的光伏发电，第一年给农民点甜头，后面就是纯亏。这个他反正没办法，就是中国真正的补贴不是问题，就是大家都补。中国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生产过程中缺乏相应的保护。其实今天我在跟我儿子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讨论什么问题，就是韩国这个医生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想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到了欧洲国家，到了日韩，到了这个加拿大和这个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他的蓝领可以有尊严的活着我们当时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不行？其实在美国也不太行美国蓝领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的，比如说你在加拿大，你的蓝领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准入门槛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今天需要招一个修汽车的那你就要有修汽车的这个证书要有整个修汽车的履历。你说我是一个核物理的博士，我今天来应聘修汽车行不行？你肯定没有这个可能上个中专、上个技校这样修汽车拿到这个修汽车认证的人好找工作这个找修汽车的工作，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这种控制的。中国为什么搞不定这个事儿呢？中国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对于蓝领工人的这种准入门槛是没有的。任何人都说，我今天想来修汽车，甚至说，我这个不会修汽车，我只要跟着旁边看一会儿，然后我就敢下手给人修去，修坏了我也不用负特别多的责任。有好多这样的情况，那大家就只能内卷卷死你，对吧？这个蓝领去这个一堆这个博士硕士去抢人家的工作饭碗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然后呢，你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护理什么这个事情包括护工因为我父亲最后在医院最后一段时间，我们也用护工嘛。就那些人，你说他有任何的准入门槛，有任何的考试培训和评价体系没有？都没有，对吧？那这个最后就大家只能卷呗，看最后谁要的钱少就搞这些东西。包括咱们比如说在富士康里边去做汽车的做手机的这帮人，对吧？他就可以快速的把人招进来，然后用1-2周的时间培训，你就可以上手去造 iPhone 了。你以为造 iPhone 就那么容易吗？对吧？他就可以把这事儿搞定，对吧？这是中国真正造这些东西造的那么便宜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美国不行？美国这个蓝领也日子没那么好因为他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对吧？这些人对于蓝领准入也是没什么要求的。所以中国反正很多这方面确实不太好搞。你像德国，他们可能从小学就分流说这些人你要去做技工，那些人你要去做这个什么科学家，要去做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也都挺开心的，一直做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你那些做科学家的人，你想回去抢这个技工的饭碗，你是抢不了的，对吧？那么它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这个想起以前在国内，一群设计师盯着几乎是猎鹰9火箭视频，一帧一帧的看，搞得我现在还是这个习惯，
对呀，你没搞明白说，哎，我不看009，我就自己开始重干了，这个我觉得就是痴人说梦啊。KPI 是KPI，反正我觉得互评的那个属于比较二的啊。老范天天直播，比大厂程序员累多了吧？这肯定很累啊！我又没有天天直播，我一个礼拜现在正常大概是播2次啊，第3次就是礼拜天晚上这个吃药直播呢，是开心就播，不开心就不播。只是最近这几周正好也没什么事就播了，对吧？不能保证都在，其他时候是想起播就播，不想起播就不播啊。没人性的人啊，更适合当老板。这个待会儿我们在讲周鸿祎的时候再讲这个问题吧。小米不要脸抄袭叫致敬，你更厉害，抄袭叫微创新啊。这个我觉得呢，你自己就没想明白啥叫创新，啥叫把东西拼起来。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整个在讲小米这期里头呢，讲的最核心的一点是这样，就是抄袭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创新都是从抄袭开始的，现在把它抄明白。任何一个创新不从抄袭、不从学习开始，都是空中楼阁啊，无源之木啊，这个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然后呢，这个比较可耻的是什么？抄了不承认，然后喊遥遥领先啊，这个事儿是很可耻的。然后另外一种很可耻的是什么呢？明明没学明白，然后还去说啊，我们不抄袭，我们要去创新。这种人其实是最傻的一帮人啊。今天看了苏七 Max 还在路上测试，真的不好看啊。这个有喜欢有不喜欢，无所谓，你不喜欢你不买呗。我觉得市场就这点好哈，大家用脚投票，都不买，那就说明他错了，对吧？你都买了，然后一边买还一边骂，这个就属于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有一点精神分裂啊。无人不抄袭，无人不补贴，只是抄的质量服务好不好是这样的。直播我觉得是可以享受的，写程序不太享受，写程序也很享受啊。你其实，如果有人给我一个程序员的活儿的话，我现在还是愿意把程序再捡起来写。这个这周日的这个吃药直播，我不是还给大家展示了我自己写的史山代码吗？怎么做 RAG，怎么做这个东西，我其实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你一旦写程序呢，就没时间去看东西，没时间去思考，因为它确实把脑子都占掉了，而且现在关键也没那么熟练了嘛，所以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玩这个东西。事实上我是非常讨厌任正非的，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这些人呢，我们可以很冷静的看看说，你这个哪件事情做得好，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对吧？你一旦说我非常讨厌，你就失去了对这个人观察的客观性。那种加班是在问服不服？是的，这个但是现在大家只能服嘛。抄袭要有底线，小米抄袭外观，这个我觉得这个你就属于是已经完全失去理性了。老范职业生涯什么阶段开始不卷？祝家庭啥的，投入更多时间。是的，我现在在家上班也算上班吧，就每天录节目，肯定要比这个上班要这个更累，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上班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不能算薪水小偷啊，但是有的时候跟老板之间可能对于贡献度或者什么的认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偏差啊。我可能有时候更会关注一些更长期的收益但是呢，老板觉得还是说给你一些任务，你给我干掉，对，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异吧。马斯克7月4号刚刚在 Starbase 做了一次演讲，建议你去看看啊。咱可以聊聊老马怎么忽悠人啊，这个好啊，没问题。这个回头找一个时间，对，他是说大家怎么去火星，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消费者不需要关心抄不抄啊，可以有讨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消费者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啊。你说我不喜欢这个车，不喜欢抄袭，你不买就完了，对吧？然后其他人买了那个你觉得不爱看，你不看就完了，对吧？但是你说你非要站在人面前去说谁买了这个车，我就上去砸去，对吧？那个呢，你就得给人赔车啊。咱们首先要遵守法律。然后保时捷比如说觉得小米超我了，我告他，
对吧？告赢了，那你就这个法律站在你这一边儿啊；告输了，那这个事儿就说明法律并没有保护这一些知识产权，对吧？然后至于有些人说啊，跟死了爹似的，在这儿哭嚎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你就爹死了吧，那怎么办呢？啊，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啊。智能驾驶怎么是幻觉了？那我这几天就活在幻觉里，虽然说偶尔也是有点小害怕，估计适应了它的驾驶套路就好了。但是我觉得 FSD 现在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它在最终还是需要你去参与的，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大撒把了，然后睡觉了，你可能还是会出事儿的啊。所以使用 FSD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区块链应该用来啊连接元宇宙和3D 打印，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再想一想吧，区块链还是要这个再思考的啊。加拿大、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这个好吧。你的问题在于有人明目张胆的抄袭，你不批评不阻止，没错错的在你把你抄袭引导向微创新啊，这个好吧，我觉得你依然还没有想明白我在讲什么。这个老范拿现在的知识产权环境和70年前的知识产权环境对比，叫大家放心大胆的抄，我落后了啊，所以我抄我有理啊。这个其实你可以看看这个美国人现在抄的东西啊，印度人抄的东西，日本人抄的东西，其实现在他们依然在抄啊，没有任何的说我就不抄了，对吧？或者我就不去做这些东西了。咱们讲最简单的一个东西，这个现在一篇论文写的好不好，怎么来看这个东西，对吧？很简单啊，引用数啊，对吧？我引用你的论文啊，引用数多了，说明你这个科技创新做得好。那这些引用的人，你怎么可以引用别人的论文呢？你应该自己去创新啊，你丢人不丢人啊？对吧？应该痛心疾首。你引用了别人的论文，你再去做创新，你要脸吗你？对吧？你们这些人怎么不去反驳这个呀？对吧？一帮人就在这双标。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开源，只有中国人用开源软件去做系统吗？那么多开源软件，美国人不用吗？欧洲人不用，日本人不用啊？日本人好像用的确实少一点啊，所以他们落后。这个美国人也在用啊，啊，你不能说一开源中国人就创新了，美国人也创新啊。我们要批评的是什么？这边开源了，你那边号称自主知识产权自己做的，对吧？你不承认这个东西，你违反开源协议这个事儿是很可耻的。但使用开源，为开源贡献代码，在开源的基础上让全人类的技术一起上升，这有什么丢人的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挺那个什么精神分裂的。你来讲讲你自己干嘛的？你自己这个行业里头每一次创新是从头开始的吗？对吧？然后就说啊，这个怎么创新怎么着了？这个真好开心啊！啊，想看着老范直播写代码，那你会气死的。这个我现在写的代码基本上就是史山代码了。这个我觉得消费者不需要不，这个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啊，有自己不喜欢的。你不喜欢你不买就完了啊，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苹果啊，一开始把那个3个摄像头做成特别大、特别丑的时候，我就没买。然后我大概是攒了好多年，我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丑呢？啊，丑成这样了，对吧？啊，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这么多人举着这么巨大3个摄像头的那种手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晃了3年以后，我说算了，丑就丑吧，就买吧，对吧？最后我还是被屈从了啊，就是最后还是去买了这个手机。然后咱们现在看，比如苹果，苹果现在不抄安卓吗？对吧？安卓一开始不抄苹果吗？然后你们说啊，谷歌你怎么能这么可耻？你应该去死啊！苹果你怎么可以去抄安卓？你应该去死，对吧？然后现在说啊，中国人你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你这样叫微创新吗？对吧？这帮人真的是精神分裂啊！啊，国内网络重视抄袭，其实也不叫重视抄袭了。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把这抄袭这件事情呢摆在台面上，承认它，对吧？然后呢，不要以此为荣，但是呢，也还是要知道说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改变，这个就是已经在进步了啊。然后无法正视这个事情，反而无法进步。这个感觉像买赃物，你就别买嘛，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别人买了呢，你也不要冲上去说吐口痰什么的这个事情，对吧？
先抄再仿，造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而且你真能抄明白吗？对吧？这可以算微创新。在以后全搞明白了，再往前走啊，再创新，然后别人其实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抄你的啊。这个就是人类整个进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华为的很多产品我还是觉得不错的，对它的质疑主要不是产品，而是遥遥领先的话术和这个割韭菜，是这样的。其实华为很多产品做的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包括小米，其实在品控啊，还有好多这块产品力上，华为可能比小米还要再强一些。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呢，都不是说这个事儿非黑即白，对吧？这个事儿全都是错的，那个事儿全都是对的，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啊。这个直播是不是比录播变现力度更大啊？发现不少原来录播的博主改直播了。它是这样啊，就直播的不是变现力度大，直播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YouTube 会给你更多的展示，你一旦直播了以后啊，它会有更多的位置告诉大家说你正在直播，对吧？这个其实是可以获取流量的。所以你不直播，它这流量就会下降嘛。老范啊，我是这个 UXD 设计师啊，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说我对抄袭的看法。一个项目立项，在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都需要一个确定的周期，这样才能准确的知道成本和预估收益。新项目如果你复制一个模式或者复制一个产品，你投入的周期确定性就会相对高。反过来讲啊，如果你从零开始，很多时候你无法确定周期，这样的话，别说立项可能性都没有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了，但是呢，并不全部是这样啊。怎么说呢？从我们以前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会去用工程的角度来去评估一个项目的投入产出周期和时间，然后呢，但是也会留一些这个无可预估的东西。其实你像造一辆车这个东西，你再怎么抄，其实大量的东西都是无可预估的。你像苹果花了100亿美金做了10年没做出车来，你以为他做出来的车就完全是新的吗？对吧？就完全都是跟别人不一样吗？这个叫谁花了好几百亿，这个许家印没做出来那辆车，它就有多创新？其实不一定的。就是造工程这个事情，它总是有很多的这个坑在那儿等着你去填。虽然我们在做工程项目设计的时候，会尽量的把它规划好，但是你只要开始开工了，对吧？你总会发现新的坑然后到底能不能把它迈过去啊？这个事儿是需要去思考的。就真正提高确定性的，按照国内吧，国内的大企业的这个经验来说提高项目确定性的最简单方式是什么？不是说我去用一个可以这个复制的模式是什么呢？是去挖人，把这个干过同样事情的人给我挖一个回来，对吧？这个是在国内最好的提高确定性的方式。国内这个网民抄袭争论属于古人文人古代文人相轻，动嘴的层次，不是现代工程师文化的层次，我觉得也是。FSD 是我们的瓷器不就是被抄了吗？这个倒也无所谓了，这个我觉得没太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给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正好讲到这儿了。谁来着？这个是富盛给我讲的这个他呢原来是在江西景德镇就是他老家就是江西景德镇的，景德镇嘛造瓷器，然后呢给我讲了一什么故事呢？这个中国人造瓷器，就是景德镇烧瓷器呢，是有一个老师傅会吐痰。吐痰干嘛呢？就是他那个窑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观察的这个位置，就是你在上吐一口痰或者吐一个口水，然后靠这个口水这个蒸发的速度来去判断窑里边的温度。说这个老师傅呢，就是在这个窑的不同的位置去吐痰，然后来确定这个窑整个的温度好不好如果没弄好呢，这个你就
叫做什么呢？你就要去控制这个窑的温度，要去调整，否则的话，这个你就这个叫什么呢？你就这个可能废品率就会上升啊，或者成品率会下降。然后后来呢，日本人来了啊，日本人说我们也造一口窑，我们来去烧瓷器。然后呢，他们处理的方式就很简单，直接上工业仪表啊，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这温度弄出来了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觉得日本人再烧出来的瓷器算创新呢？算致敬呢，还是算什么呢？对吧？来表现一下你们的双标吧，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抄袭跟引用又不分了啊，好吧，这个反正这个怎么说呢？你就这个赤裸狂奔吧，我欢迎你奔吧。这个新能源车的好处是让 BBA 的中高端车型价格降了很多，倒逼传统车厂。这个事儿怎么说呀？这个我觉得倒逼传统车厂降价的原因不是电动车，而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经济都不好，对吧？如果经济好的话，大家还是会愿意买那些玩意儿的。这个 FSD 会激进的试探性变道，堵别的车会让他，如果别的车不让他，他会迅速拉回来，这玩意儿也挺吓人的，好吧？那你说俩 FSD 搁一块儿会不会撞上呢？这个今天跟朋友闲聊啊，朋友说小米挖了吉利的设计团队，是的，然后有点为吉利愤愤不平，我就问了他一句：吉利设计团队在吉利为什么没有设计出苏7这个级别的车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吉利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车厂啊。对抄不抄有误的观众啊，好像不理解reference 和这个，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想这个事儿。他们呢可能是个文科生啊，他们就这个自己压根儿就不干这个事儿。这个吴伯凡说过，创新就是率先抄袭，好吧？跑了趟美国办了账户，炒美股买美债真的香啊，人润不了，钱一定要润。哎呀，这个美国，有机会还是要去啊。最近美元资产涨得真不错，这个是真的。最近黄金涨得也很吓人，黄金涨得把卖黄金的公司都给玩跑路了，这个也太牛逼了，对吧？这个华为 Mate 60大量的长焦镜头是装歪的，售后说硬件问题没法修复，结果投诉太多，拖了大半年，OTA 软件更新还是给修了，应该是这个裁切画面了，好吧，我是不会去买 Mate 60这种奇怪的东西的。不知道日股上车还晚不晚？这个不懂啊，这个不给大家做这块的建议。重新学习汉语抄袭和借鉴的区别了，好吧，你去学吧。这个工业产品的外观啊，不只是外观的样子，还包含气动数据以及安全系数，以及很多元素的平衡结果，这些都是传统车企用迭代了很多次以及结果市场验证才能够得到的结果。很多东西国内的车企可能都没搞懂，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很多车型都选择一模一样的抄，一般只会改一个车灯颜色之类的。咱们再讲一下抄外观这事儿吧。我觉得小米抄外观，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啊？这个东西这样，小米抄这个保时捷的外观，首先我们要确定它真的抄了啊，这个事儿一定要确定下来。第二，它抄外观呢，倒不一定想着说它的动力性能啊，什么气动啊，什么这个东西，保时捷已经替我验证过了，我就直接用啊，这个事儿呢，想太多了。这个小米抄保时捷的外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的第一辆跑车啊，它其实蹭的是保时捷的品牌的这个力度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是，怎么说呢，还是，就是有点投机取巧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儿还是要承认的。因为这个外观专利呢，就是或者说因为以前这个国内判过一些外观项目啊，他们呢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尺寸完全一模一样
啊，或者说你的风阻系数或者某些系数设计细节一模一样。外观的很多的案子判下来是怎么判的呢？是叫主观评测，就是这个你已经可以让造成叫品牌混淆啊，以及这个主观的这个认知的这种混淆了，他们就会被判说抄袭啊，这个是有判例的。但是这个因为主观嘛，这个事儿就没办法，你在中国判呢，它就这个就不太好弄，对吧？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去判这个，蔚来啊，ES8是这个，容易跟奥迪 S8相混淆，然后判这个蔚来 ES8侵权这事儿，你们觉得合理吗？对吧？我觉得也挺扯的，对吧？这个但是他主观评测嘛，所以那你没办法，人家的法律制度就这么规定的，你走过了，他就侵权了。所以后来蔚来就是赔了笔钱，说以后我们就不再做 ES8了，我们做 ES7，对吧？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你说奥迪好像，奥迪有没有 S7？奥迪有 Q7，我知道，我不记得奥迪有没有 S7了啊。抄就是在学习，学习可耻嘛，但学习就要尊重市场，偷偷摸摸的学，还装导师啊，这个才可耻。是的，所以学完了以后，号称自主研发，然后号称遥遥领先那种人是可耻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提到瓷器，白瓷的市场现在完全被德化抢走了，又便宜又大杯。是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问题。这个你有这个充分的竞争，才能不断的前进。我的日语老师说，日本的车就是抄袭，抄成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有些人他就看不得中国人抄，对吧？然后在这儿跟我犟了这么半天了，这个人哪儿去了？这个 FSD 要是这样，真够吓人的。但是它有的这种叫激进型驾驶啊，这个没办法。日本的汉字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要太觉得抄袭就怎么样了嘛。日本人使汉字，我们还是与有荣焉的嘛。AI 一直出新啊，虽然具体不知道实用性上到底产能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是养了不少焦虑制造博主，小红书最多，题目全都是某某行业要消失了。这个我今天正好讲了1个多小时这玩意儿，但是可惜你不是付费会员，你看不到啊。这个礼拜六我应该会把它剪完放出来。这个老师，请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在一家比较大的公司，公司用这个这个是澳洲的一个企业啊，这个产品我看了看，Indeed 和这个领英有岗位，但是不多。我在中国啊，可以投简历吗？这个能获得工作机会吗？其他编程技术也有，可不可以投一下？谢谢。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投了再说，投了以后，就算人家不给你岗位，你又能失去什么呢？对吧？你为什么不投一下试试呢？这种问题有什么可问的呢？你觉得人家有这个岗位，你可以去试一下，一定要去试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老范的极简画风 MJ 画片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今天是有一个人给我问了这个问题，我还在评论上回他了。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首先给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描述。我写的是一个帅气的中年大叔啊，短发戴眼镜啊。首先写一个简单描述啊，当然写英文的啊，这个英文我是翻译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 Midjourney 有一个叫杠杠SREF 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一个参数，然后把这个我给他的这个是什么呢？是这个 Notion 图像，这个就是 Notion 的那种极简风格的头像啊。我说要这个风格，然后呢，再用这个 CEF 的这个指令呢，把我自己这张照片传进去，等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看到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极简头像。论文有点类似于开源啊，有个技术贡献但是遵守引用原则啊。论文用一种技术私有公开换保护啊，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就是所以我说，就是你引用了，你就老老实实说，对吧？这个小米也没有说这东西就不像保时捷，雷军上去说了，说我这东西就是我自己做的，去天下独一份对吧？没说呀。这个雷军看到好的就喜欢捡回家啊。他和黄章的故事大家都懂的啊，这个怎么办呢？
对，你总不能说看见赖的想捡回家吧？在工程界重新发明轮子是可耻的，但是有些人就不这么想，有些人就说啊，你要去创新啊，咱们继续。这个日本错失互联网时代啊，这个老范好像对于百姓安居乐业、享受生活不是很支持嘛，对奋发图强、勤劳工作更支持。老范如果当老板的话，996算是福报了。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呃，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政府应该处理的问题是，制定好均衡的政策，保护每一个劳动者，剩下的事情呢，交给市场就好了，对吧？当然，我也想安居乐业，我也喜欢说这个，大家都去这个，能够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付出努力，对吧？然后得到尊重，得到收益，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至于当老板的话，其实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卷的人吧，你们看到我卷了吗？我一点都不卷，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怎么在国内待的时间长了，特别在互联网公司也经历过，你说他们叫大争之势也行吧，或者经历过这种让人这个壮怀激烈的这种，或者说让人这个心情激荡的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以后呢，你确确实实是觉得，哎，为什么不努力一下？这个有时候他就这样。啊，这个人啊，像用散人的话讲，就是狼奶没吐干净，这个还是要承认的啊。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人，啊，我记得这个，就是日本侵华之前啊，日本人到中国来看完了以后就恨呢，恨什么呢？说你们这些人啊，拥有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好的物产，居然不努力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太浪费了，暴殄天物啊！应该我替你们来做这件事情，是吧？你们看看我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对日本的那些评价，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又过了这个可能7、8、10年了，然后这个风水轮流转了啊。这个咱们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再往后啊，日本失去的互联网时代，其实我感觉日本的 IT 实际上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日本没有去追求炫目的概念，而是把 IT 当成公路、铁路一样的国民基础设施去建设。绝大部分公司、餐饮店、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而且不仅仅是展示宣传。哎，这个好像是上期读过的一个啊，呃，应该是抄错了，应该有另外一条，就是也是这个评论啊，他大概讲的这样的，是说，呃，日本的反正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他觉得日本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对吧？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日本政府也很着急，日本的企业也很着急，不是光我在这儿着急，对吧？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也觉得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些由这个流量分配所带来的利润被中国人、被美国人赚走了，他们也觉得很亏，他们也想赚这个钱，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啊，就在这儿再跟大家讲一下。我看看啊，老范不卷，天上不下雨，地上冒油是吧？好吧，这个现在经济凉了，好多人想卷也没得卷了，是这样的。这个暴殄天物，对对对，这个说错了啊，这个感谢。这个好日子过多了，自然就放松了。中国人就是以前太苦了，是这样的。哎，这个没办法了。好啊，我们继续。北师大老师 B 站上成为网红的这一期，这个真觉得老师的，真觉得这老师诞生在某个时代下是必然的副产品。能直接拿西方唯史论这个点去质疑西方科学发展，也是人才啊！这点我倒不太认同。为什么呢？其实大家看到我录这条视频，虽然我也不喜欢西方唯史论这种论点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让这些人自己去讨论。而历史这个东西呢，并没有一个
必然啊，我这个其实是相信这点，就是历史这个东西就是拿出来讨论的。我们可以质疑他们的历史，这没什么毛病，他们自己也质疑，对吧？但是在质疑的过程中呢，他们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让这个让现在的很多决策，对吧，更好啊，更往前走一些。啊，历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为了给某些人合法性找理由的或者说你只要稍微质疑一下就变成这个历史虚无主义了，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呢，任何时期都会有西方唯史论的人，会有这个地平论的人，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呢可以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去讨论、去争吵，然后自己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论证的论据，然后大家吵翻天，这个才是有趣的点啊。这个西方唯史论我也很讨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你这个你去讨论呗，对吧？但是你不要去让这个比如说质疑其他历史的这些人闭嘴就行了吧？这个事儿是我真正在这一期视频里要讲的东西，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他讲了西方唯史论了他就是一个垃圾这个时代就产生了这种人，任何时代都有这个任何地方也都有只是呢，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呢某些声音被压制了咱们只能讲到这儿了。再往后还是北师大老师 B 站上成为网红他说我想起一本叫《竹书纪年》的书，很多内容与《史记》记载相驳，然后呢，特别是关于人性部分的论述，《史记》简直是乌托邦，但《竹书纪年》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竹书纪年》在各个朝代都被和谐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可信度这件事儿呢，其实都没有。《史记》也只是一本记述，并没有那么多的旁支去记述说到底是这个如何正确。而且呢，现在你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只有一个孤证也没有物证，很多物证其实是不存在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影像记录什么都没有。所以《史记》也好，《竹书纪年》也好，为什么你会觉得《竹书纪年》的可信度高呢？其实是因为《竹书纪年》这个写的更贴近一些这个人性黑暗面，而人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对吧？我记得这个叫做哪个电影来着？就是矩阵就是它叫什么来着？叫 Matrix 那个电影，在第一集里头就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说这个机器人一开始给人类编织的梦境呢，是一个乌托邦，非常美好但是呢，大家很快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真实。后来呢，机器人再编织的梦境就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的现实世界有各种的痛苦，对吧？在这个时候，人才会觉得真实。然后，因为人的真实就是建立在痛苦上面的这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学到的人类的一个新知识点，对吧？所以你觉得竹书纪年会稍微的可信度高一点，其实都没有任何区别，对吧？都没有那么可信，因为没有其他的佐证嘛。而且有的可能是这一个事情上，《史记》的事情更接近历史，那个事情上可能《竹书纪年》更接近历史，或者都不是历史。但是呢，历史是可以拿来讨论的这个才是真正我要去说的点。再往后大学里头混子老师是真的多，希望水平高的老师把自己的课都传上去，尤其是文科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他们如果传上来的话，可能就直接被封号了这个还是要注意的，特别是质量高的一些课程，这个还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吧，这个咱们就不多讲了。好，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看到你跟周鸿祎的帅合影了那天老周的演讲有啥干货？你能总结几句吗？感谢已经总结完了，在付费频道里礼拜六放这个其实是人类都在过好日子，但是人的主观感受和想法在周期的波动。我觉得人都在过好日子，你还是要去跟没有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去说吧。我们现在能够活在当下，我们的祖先都是幸存者，只能这么讲，对吧？
用了迪士尼加 APP 设计，其实真的是好啊，国外很多移动端没有想象那么差。呃，这个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行业里头摸爬滚打了比较长的时间，对。不让他开课是对的啊，这个看着看他 B 站的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知道十几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呃，反正怎么说呢，这个互联网时代呢，发光的并不总是金子，对吧？但是总会有人发光。我呢，其实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有些人呢，你没必要说我就讨厌他，我就喜欢他，没必要去想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如果抛却了这些主观上的这些东西以后呢，你就可以比较心平气和的来看这件事儿啊，这个所以它也有它存在的，至少它有存在的权利啊，这个事儿我们要想清楚。而且国内互联网行业就也不一定多先进，看看小米电视开机多少广告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来评价先进性啊。这个说到汉字，这说个有点儿意思的，古代日语汉字确实来自中国，但是简体中文确实有很多字来自日文新字形，国就是源自日文新字形。现代汉语很多词汇也来自于日语，比如科学、警察这些词，只能说互相借鉴啊，是互相学习。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对吧？这个过程大家一起进步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定要想说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你到底抄我的还是我抄你的？这个事儿其实挺无聊的，对吧？大家一起往前走不好吗？视频里说了啊，周先生的课程内容，以后观看，感感到放到以后观后感放到这个会员课程了。是的，这个对那个会员课程，我今天也是做了很久啊，这个所以我今天状态也是稍微有点累。这个老高和小莫也是整天瞎胡扯，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娱乐，当故事听。而那个老师是标榜自己是北师大的老师，很多人当真理去来学习，这个也确实是这样。其实你像我讲很多东西，我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视频里头，应该也是反复强调过很多次。今天在这儿的人也是蛮多，是我的老听众了。我一直在讲说，我讲的东西是老范讲故事，不要太认真，对吧？这个原来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啊，你这个讲错了，怎么怎么样？我说对，我也没告诉你我讲的就是对的呀，对吧？你们愿意当知识听啊，但是呢，我也要这个提醒大家呢，这个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对吧？你听了我讲的东西以后啊，一定在去使用之前自己想明白啊，自己再去验证一下，对吧？我绝不会拍着胸脯说，哎，我讲的就是对的啊，任何敢质疑我的人就这个天理不容了，这个事儿我是不会干的啊。我一定反复跟大家讲，我讲的东西三个不保证啊，第一个不保证是最新的，第二个不保证是全面的，第三个不保证是完全正确的啊。这个，但是我会讲的尽可能开心一点点啊，开心最重要啊，这是老范讲故事的这个频道宗旨。这个如果你们看过我的这个第一条，就是开篇词，这个节目开始的地方，这个都在里头讲过了啊，这个一定要这个想清楚我们频道到底在干什么。老范打算买 Vision Pro 嘛，Quest 3也值得体验。这个我其实不太打算买这个东西，呃，太贵了啊！我现在还是这个自由职业者，每天不录视频就要饿肚子的一个人啊，这个还是要稍微过得节俭一点点。现在社会生产力可以养活现在所有的地球人，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失业和贫困现象？难道这就是人道吗？这个，损不足而这个应该是什么凤有余吗？还是叫什么？这个事儿呢是这样，你真的是说把这些东西分给那些失业的人去吃，可能我们就产不出这么多东西来了，对吧？现在能产出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呢，一定还是要刺激这个大家努力去工作啊，这个事儿是没办法的。关于论文的例子是不对的啊，论文引用他人的观点和成果，强化自己新的发现和主张啊，这个连车壳
100%去抄袭，难道保时捷的造型就是最优解？这个呢，怎么说呢？保时捷的造型是不是最优解？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保时捷说了不算，小米说了也不算，啊，只有一个东西说了算，就是销售数据，对吧？销售数据说卖的不错。啊，中国有竹书纪年，境外有犹大福音啊，这个让考古学家去搞。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批判一下，这个事儿才是有意思的点啊，不能说这个事儿就不许看了啊。人类必须有层级啊，才觉得自己生存有意义。请参照动物园猴山，对，我是同意这一点的。如果大家都平等了，这个事儿可能有问题啊。西方唯史论在16世纪16年4个自新后就开始在墙内大行其道。哎，那个时候就有吗？我是从去年才开始听说这东西。这个好吧，中医和传武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发扬起来的啊。中医和传武是一个比较二的东西啊。他们可以讨论西方唯史论，但西方人家各种变伪学、各种角度、各种姿势，啊，互已经相斗几百年了。他们至少先看看人家唯史这一块玩到什么阶段了啊！这帮人搞得自己跟不看既有论文的民科一样啊！这些人创新啊，对吧？人家不看，人家创新，对吧？昨天下午啊，2024年4月8号，腾讯云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故障，是真的吗？阿里崩，腾讯崩，这个下个哪个崩？哎，我还没看到这个数啊，回头去研究一下。今天币圈暴跌，老范抄底了吗？其实我虽然炒币，但是这个并没有那么积极啊。币圈算暴跌吗？我今天没看啊。智己汽车也挺好看的，是挺好看的。这个就是一段歌颂风险的话，就是其实不是风险，它是奉献吧，歌颂奉献的话啊，这些 CEO 真认为这样值得赞扬，这是值得赞扬的做法吗？这个看哪年说，对吧？你要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大跃进的时候说这事儿没毛病，对吧？你在改革开放初期说也行，你包括在互联网最有热的那几年说，你比如说在2012年、13年你去说这话，也不会有人跳出来骂他，对吧？但那个时候你像马云说996是福报的时候，有人骂他吗？没人骂他，对吧？但是现在你再来说这事儿就不合时宜了。竹书纪年和史记是不同叙事，讲故事可以是个人观点，但叙事不那么简单。有本书叫《叙事经济学》，区块链世界很重视叙事，比特币的叙事是加密世界最强大的。这个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可以聊聊电动车内视频泄露的事儿。特斯拉也在干这事儿，特斯拉前一段时间不也开除了一些员工，说他们流传这个各种有趣的小视频，对吧？来点评大家这个姿势正不正确。叙事通过人类的想象力影响今天的这个数字经济。如果你想叙事的话，我觉得咱们最好的讲的不是比特币啊，最好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沙丘，对吧？你想这个姐妹会靠预言，然后呢，再去编造新的预言，然后再靠预言去影响历史，然后让历史，让这个整个的历史进程使自己的预言再去应验，这个过程才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啊，那个是真的叫叙事啊。塔主说的有意思，太形象了。猴山是的。老范觉得 GPT 再进化下一个阶段需要多久？预测一下2025年的 AI 进展。这个我准备看看，不行，这个礼拜直播的时候咱们聊一期这个吧，就是 GPT5大概长啥样啊？这个咱们就属于纯瞎猜，这个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咱们猜猜 GPT5到底会有哪些功能啊？然后呢，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然后反正瞎猜嘛，最后看看哪些地方打脸了，哪些地方这个说对了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今天在录这个周鸿祎公开课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说我们应该去做一期这样的直播啊，讲一讲，哎，说到底怎么弄啊？我也想问一下，国产车内部的摄像头偷拍事件，如果买国产电动车，是不是选择比亚迪、小米这些大牌子的比较好？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事情，我觉得你们不用想太多，特斯拉也干。这个希望雷总赶紧抄个 Vision Pro 出来。小米既然要做全品类，应该会做的吧？他应该没那功夫。这个现在大家还在等着看苹果的销售数据啊，如果销售数据好，这个分分钟就会出。人类从物理世界生产力角度是过好日子了啊，但从心理和精神世界是经受周期波动的电子刺激，现代人不会被饿死，但是可以被自己想象吓死啊。这个好吧，看从哪个方向讲啊。那老师的视频没看过，但是听过这个新闻，觉得还是很有趣的，好吧？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嘛。Microsoft Edge DEV 网页今天是不是挂了？我其实下过这个版本啊，后来就再也不用了啊，后来也删掉了，因为我现在基本上还是在 Chrome 上跑。现在的地球上啊，还是有很多人会直接饿死的啊。咱们在这里有网上还可以隔空聊天，已经是人类里的少数了，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啊。据说国内大量的理财和基金暴雷，各种维权马上就要出大事了，不知道啊。这个我觉得维稳还是很厉害的。那资本家能把生产多余的牛奶倒掉啊，这个我觉得倒牛奶这个真的是中国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政治课的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吧。你们可以好好到这个国外去看看这事儿到底是他们是怎么说这个事儿的。老范跟老周在 AI 概念上出现冲突，老范提出的黑箱问题，老周不同意，这个啰里吧啰嗦的证明自己正确，还自称不装啊，这个其实还好。他黑箱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吧。说起币圈老范，我的世界币价值已经接近$1000了，你领不了啊，损失有点大，那没办法，人家就这么设计的。这个我记得当时接待外国学者10点路过深圳科技园，当时全是打车的。我跟外国人解释，这是刚下班，赢得了一阵子友邦震撼，是这样。你现在你让他到那个什么北七家什么这些地方去，对吧？也是这样的。宁可多余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在20世纪的美国就发生了。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再多看看吧，这一块应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啊。要不我们瞎猜一下，经济几年后会回暖这个事儿，我觉得没什么可猜的。GPT-5预想这个话题好，我前一阵子看见 X 上有个英文推，说人类大脑就是 GPT-6的水平。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它是按那个参数量算出来的啊，就是说达到多少参数以后，大概就是人类大脑的水平。但我觉得那个是挺不严谨的，他把人类大脑神经树突的数跟这个参数量这个数直接划等号了，其实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工作概念。韩语的警察，科学那些也是从日语过来的啊，所以韩国李承晚废了汉字是日制汉字啊，这个真不太了解啊，韩语真的一点都不懂。以后 AI 继续大发展，无人化越来越普遍，以及知识越来越更新越来越快。问题怎么教育下一代呢？孩子应该学啥呢？怎么加强呢？加强啥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了。这个我觉得下次咱们可以找一些这个做教育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以前其实我是尝试跟史金霞聊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俩有点不太同频。就是他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呢是一个程序员，我们俩有时候唠不到一块儿去。这个如果有谁是做这个
理工科教育的，咱们可以聊一次这个话题。哎，我下次去找王书义试试，啊，这是一个挺好玩的问题啊。22年的时候，国内啊也是大量倒牛奶，对，世界币的叙事就是 UBI 全民基本收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我总觉得还是比较扯。我发现啊，我们这么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学美国，也算是吧。听说美国现在打算对跨境低价小包进行管制，我们老板说美国这个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这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会比 Timo 和抖音的影响更大。老范怎么看这个？哎，反正就是它一个政策呢，肯定是会影响很多人了。而且我觉得它对于抖音和 Timo 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抖音本身就是大量的美国本地仓，它压根儿就不走这个小件。Timo 呢，现在也在开始建美国本地仓，建墨西哥仓，包括深印现在都在建这些东西，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他自己。就是比钻空子这件事儿来说，这个美国的这种法律体系建立规则的过程，绝对没有中国人摸空子的这个速度快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日本、香港、新加坡都可以领世界币吧？日本好像不行，新加坡是可以的，香港啊，日本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反正我的手机客户端是在新加坡开的，也扫描了虹膜，然后后来呢回国了以后他就报错了，就不给我恢复了，然后到泰国也没有恢复，后来再去日本呢，我去试了一下那个世界币的 APP 还是没有恢复，我估计可能是要去报客服才可以啊，这个事儿我不确定。中国的倒大楼不知道有什么好解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没看懂。数字都有水分，不能简单的按照数字来看 AI 的进步吧？但是首先还是要有数字，如果没有数字，大家就在这儿妄想了啊。能说说日本旅游吗？今天刚递交签证啊，想5月份去啊！这个我也准备看看什么时候再溜达一次去啊，再去的时候我就再去做签证，因为我上次做的是一次的那个签证人脑不止突触有功能，不同的折叠区域也有大了去了啊，这个瞬间就是3维空间了，复杂度几何级上来了。这人脑到底是怎么干活的这个事情，还是交给马斯克去研究吧。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卷？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啊，我觉得有点难。这个话题没法讲啊，因为以我的理解，这个话题讲了可能会有问题啊。AI 时代，我们可以学道修佛，你未必有 AI 学得好。这个建好的新大楼一批一批炸掉，那你不炸掉它怎么办呢？这个有人预测3战不会发生，有人说会，还有人说已经发生了，请问怎么看？会不会以及在哪里？这个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啊。这个我只能说从我的意愿上说，我认为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对吧？泰国领不了世界币，我在泰国就领不了，回坡县就好了。但是因为我估计是在国外尝试的次数太多了，我到了日本他也不让我领。中国能不能不卷？要问，对，要问灭霸了。能遵循法律制度的时候，就不那么卷了啊。这个其实要看，其实美国也挺卷的，新加坡也挺卷的，他们那儿法律也挺完善的。其实现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都是90年代以后产生激增的。这个中国历史电视剧在9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地方电视台，也不能播这个港台剧啊，好吧？中国接下来还会有伟人诞生吗？这话问的，来说这个刘秀对吧？我们把刘秀都干掉，对吧？这就是伟人要诞生。GPT-524年会发布吗？大概是年中就发啊。这个有工会制约内卷就没那么卷了，这个要看啊，要看这个新能源车到底
背后是不是能源危机？这个要看啊，这个问题太复杂。咱们继续啊，这个特斯拉要做Robotaxi 了啊，特斯拉的 FSD 离 Robotaxi 相差太远啊。特斯拉还有3步：第一，一边开车一边看流媒体、吃饭或者处理公务；第二，能够实现这一点，就能增加大量的 FSD 订阅了，增加大量利润，同时这套系统可以装到其他品牌的车上去，增加收入。第二，用 FSD 支持 Auto Rental 啊，这个是什么啊？这个租车人在特定地点可以召唤一辆rental 的 car 啊，rental car 这个我不太懂 ，RENTAL 是这么念吗？没看懂这个词什么意思啊？用完了扔在很多地方，车自动回家啊，这要比 Robotaxi 简化很多，也能赚钱，还能消化特斯拉的过剩产能。第三，进入 Robotaxi 啊，估计需要5年啊。这个朋友呢给了一个相对保守的数据吧，这个不知道啊，这个还是要看。但是我现在知道 Robotaxi，它有2个啊，第一个是这个我里头有点讲错了，就是它那个supervised 是不是说后台有人看着啊？这块是我讲错了啊，要勘误一下，这个是要求驾驶员自己还是要看着的，所以叫 supervised 的版本啊，这个要更正一下。所以它那个FSD 现在还不能离开人啊，这个如果你用 FSD 的车的话，还是要保持一点点注意力，这个其实很危险，因为它越来越智能以后，人就会走神儿，对吧？这个走神了以后就容易出事儿，就是它遇到紧急状况了以后你处理不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人在讲什么呢？就是如果电动车企业有工会了，对吧？这个传统车行业才能活得下去。这件事儿呢，要跟大家讲，特斯拉也是没有工会的啊。特斯拉，是所有特斯拉工人，包括特斯拉电池厂的工人，都是不参加美国的这个汽车产业工人工会的，对吧？这个是马斯克做了很多斗争才得到的结果。好啊，再往后，这个周鸿祎公开课啊，这个里头周鸿祎的所有课都免费，你去蹭课啊，这个把你和他的内容放在付费课里头，心理素质真好啊！对，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他的课程里头，包括就是我放进去的，还有我自己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放在那儿呢？就是因为那个课其实挺枯燥的，对吧？这个就是我放在公开课里的啊，就是放在付费频道里的东西呢，不一定就真的是说比这个叫做公众频道里的节目好看啊。就是我再强调一下，我会把什么样的节目放在付费频道里头。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个课程，对吧？它可能真的是说，要去整理，要去编辑，然后要去让大家有一定的这个娱乐之外的东西，啊，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不方便公开讲的东西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讲了会出事儿的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会放到这个付费频道里头。啊，所以这个呢符合我一般对付费频道内容的这个定义，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了。啊，当然那个节目还没做完啊。啊，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也是周鸿祎公开课啊，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骂人骂太凶了，导致整个都按他的想法来啊，别人也不敢给他提意见或者改进啊。就像我们以前的老板一样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我确实见过很多那种特别特别凶的老板，这个他就是这么个状态啊。我记得原来讲谁巴顿，对吧？这个就是乔治巴顿将军，对吧？他呢，这个是谁来着？就是大家去巴顿的那个叫做参谋部，发现巴顿的参谋部里的所有人都是唯唯诺诺的，或者说都没有那么好的才华，因为有一个新星就够了，对吧？或者有一颗星星就够了啊。这个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说这个360的任何产品我都会绕过，甚至不能在一台装有360的电脑上工作，所以它淡出了我的生活很久了。但是它总能翻着花样来恶心我，比如最近360在网上搞了一个所谓的网络安全相关的自媒体，天天玩阴谋论，天天搞责任全在美方那一套。这个怎么说呢？也是这样啊，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我跟这个周鸿祎的合影下头在讲说啊，我取关了，我这个什么这个节操掉一地或者什么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在这个节目里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周鸿祎这个人呢，
我在猎豹期间肯定是这个恨的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天天被教育嘛，就是你要恨他，就跟咱们现在这个抗日战争似的啊，这个日本人怎么那么坏啊，日本人怎么怎么回事，你要恨他，对吧？这是被教育出来的。这个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就是周鸿祎也就是一个人啊，然后呢，他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值得大家去学习或者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地方。对吧？我们可以理性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讲清楚，不是说我去跟周鸿祎合了影了，然后我就节操碎一地，对吧？好像是我跟谁合影，我就跟他一模一样似的。他那么有钱，我也想那么有钱，我没有钱啊，我怎么办啊？对吧？我不能说跟周鸿祎合个影我就有钱了，对吧？这个就不要想那么多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狭隘的认识，说你跟周鸿祎合了个影，你就怎么样了，我觉得你不适合我们的频道啊。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周鸿祎的产品我也不敢装啊。这个我呢，礼拜一听了他的演讲，他讲他那个AI 浏览器360 AI 浏览器有什么什么功能啊，特别特别好用。然后我也挺心馋，挺馋的啊，说我也想试试。然后呢，把那个360浏览器我还真的下下来了。下完了以后，看着它长的那个绿色 IE 的那个标，犹豫了半天没好意思点进去啊。为什么呢？因为点完了以后，可能很快我那个电脑上就360全家桶了，对吧？然后这个而且还很难卸载啊，这个就很麻烦。到现在呢，到 AI 时代了，他依然在用这个绿色的标，而且他还在干嘛呢？他说：“我就是要让你们关注我，我就是要涨粉丝，我就是要怎么样我就是要让所有的员工必须穿我的衣服，不穿我就要扣他们的钱，对吧？”然后这个，因为我去跟他合影的时候，他也问我说：“你是我粉丝吗？”我说：“是，对吧？”他才跟我去合影，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也是个路人甲，对吧？这个，但是呢，他说他就反正很执着这件事情，他就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又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产品呢，我还是不会去用啊，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去听了他的演讲，然后这个我也还真关注他了啊，真的是在这个抖音上，我是点了周鸿祎的关注的啊，这个事儿是咱们要承认，也不丢人啊，我也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了。我去跟周鸿祎合影了，周鸿祎也没觉得跟我合影就丢个人，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也没觉得跟他合影就丢个人或者就怎么丢份了，没有这事儿。但是他的产品我该不用还是不用啊，这个事儿并不影响，对吧？你不能说我就喜欢这事儿了，我就这个无条件就要相信它，这就是个信仰了没有那么复杂的事情。好这是咱们这个线上的评论，大概就是这样。我看这边还有什么这个伟人也只是叙事的一部分不能迷信这个事儿你不迷信，他就不是伟人了，那怎么办呢？看到哔哩哔哩、知乎上那么多年轻人对所谓的 S3赛季兴奋，S3赛季是个什么东西？我没太看的啊。现在人工智能的水平和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就看下一代 GPT 怎么样。其实已经没有，就是它已经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日本去年也倒牛奶，好吧？加拿大还倒牛奶呢，这个我前面还跟加拿大的一个朋友做了直播的时候，他给我讲是加拿大倒牛奶的故事。推荐几个好的财经频道吧，打算梭哈了这个不干这事儿这个我自己都不干这梭哈的事情，我也不推荐你们干这事儿。什么是 S3？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S3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吧？这个对，现在好像是说 S3谷歌 S3赛季我们强的可怕这个不知道。这个现在好像确实叫 S3了，不知道为什么。回头我去查一下为什么改过来，但是这个查了也没法去说。昨天看日语新闻，日本的 AI 利用率是14.4，高过香港的9.5和韩国的9.1。这个看他怎么算的这个数分子是什么，分母是什么？前两天看到个新闻说，某个工会因为啥都不干，然后经费太多，剩太多，就给员工发了，他们对此十分骄傲。其实我觉得也挺好，总比他们自己分了强，对吧？普通人的历史认知，基本都是统治者重点放大的部分。比如说，国内一直在歌颂秦始皇，目的就是为了植入大一统的概念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习一下西方的那种历史教学方法最后写个论文可以批判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最后老师看的是你对历史的思考方式正不正确而不是看你的这个某一个关键知识点对不对总体待遇好，厂的应该
不愿意加入工会吧啊，这个是特斯拉的整个待遇还是不错的。美塔的开源 AI 应该就是加速小扎的元宇宙吧？这个我觉得还不一定，这个回头等它今年的叫做什么东西啊，就是 Llama 3出来，B 站现在不一定再是年轻人的天下了，中老年对也在里头选。昨天看日语这个看到这条了啊，从老范描述周鸿祎的公开课现场会晤情况来看，他的课程内容应该听得挺累的。还好啊，我管360叫三流氓啊，这个其实没必要。每次帮电脑朋友妹子修电脑，第一件事是卸360全家桶，卸着还挺麻烦的。这个我用3维软件玛雅做动画，由于没有编程基础，想要一些表达式，还要拜托别人。今天试了一下 ChatGPT，竟然直接给我编写，对，就是这样的呀。网民对合影很敏感，别说这个什么周鸿祎合影了啊，一个男的和女的合影都会怀疑这个，对，但至少我跟周鸿祎合影，你们不用怀疑我们有什么男女关系啊。乔布斯也很会骂人，很凶，是的。列宁名言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个我还没太看到这个啊，回头去研究一下。S3就是游戏术语，好吧？那个是《黑客帝国》啊，对，《黑客帝国》叫 Matrix， 对。这个360真的是毒瘤，装上就卡到爆，是的。有男关系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老范读评，然后已经快2个小时了，不能再聊了啊。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老范读评再见，再见，结束直播。老范是72年的，儿子才18啊，我70了，女儿都30了啊，好吧，这个这个也算是老哥哥了啊，辛苦了，大家晚安啊。